兄弟们，援乌 F-16战机这件事儿，美国是终于同意了。就在当地时间5月19号，拜登呢在日本参加7国集团峰会期间呢，批准了帮助乌克兰训练 F-16战机飞行员的计划，并将在未来几个月内决定提供时间、数量以及由谁提供战机。这也不仅让大兵回想起从俄乌战争爆发至今，泽连斯基那一次次的求援战机的期待。那么他是如何一步步说服各国同意援乌 F-16的？北约为什么没有在一开始就将 F-16给乌克兰呢？咱们接着往下看。在5月21号，7国集团在日本召开的 G7 峰会正式闭幕。在本次会议中，7国集团决定现有针对俄罗斯的制裁措施将继续扩大，并承诺在今明2年向乌克兰提供进一步的经济和军事援助。而美国总统拜登也在这次会议上正式同意为乌提供 F-16战机。至于 F-16战机的数量，显然不会是只有1到2架。有乌克兰官员表示，这些 F-16战机将分批次的援助乌克兰，每次至少将有1个中队的规模，也就是11到24架。如果这7个国家每个国家都能援乌1个战机中队，那么在未来至少将有70架 F-16飞翔在乌克兰的天空。在这次峰会中呢，美国的态度无疑是至关重要的。如果没有美国的支持，其他国家即便是成立了援乌战机联盟，也没有能力为乌军提供数量如此巨大的战机群。但是回想以往，美国对援乌战机的态度一直都是回避为主的。泽连斯基几次请求援助战机都没有结果，为何到了最近又公开答应了呢？我们都知道，乌克兰和俄罗斯之间最大的差距呢是在空中力量。俄罗斯之所以能够一直空袭乌克兰，就是因为相比于乌军，俄军有更多的战机和导弹。因此，为了更好地保卫本土，泽连斯基呢一直都希望乌克兰能拥有更多的战机来对抗俄军。其中各国的战机当中呢，泽连斯基最看好的无疑是 F-16。但是对于援乌战机这件事儿，俄罗斯也曾一度发出警告，声称倘若谁提供给乌克兰战斗机，就是逼着俄罗斯将其视为敌人，俄罗斯绝对不会留情。这言外之意啊，我想大家应该也都很清楚。毕竟俄罗斯是一个核大国，如果与之爆发战争，那很有可能是动用核武器的。俄国防部更是在今年3月完成了对美国先发制人核打击军事计划的审查。没办法，北约援助的武器越来越厉害，自家军队在乌克兰战场上已经很难占到便宜了，再不向美国施压，恐怕连占领的4个州都要守不住了。而对于俄罗斯的核威慑，美国呢也不得不在意，毕竟苏联留下的核武器实在是太多了，即便是美国本土的防空武器再强大，也很难保证能够100%拦截。特别是俄罗斯那几款号称几乎无法被拦截的高超音速武器，让国会老爷们一度压力很大。但是关于俄高超音速武器的神话，却在这个月被美国的爱国者给打破了，而且还是连着打破了2次。如果说爱国者第一次拦截匕首导弹是运气的话，那么第2次将俄发射的6枚匕首全部拦截，就只能是实力了。而付出的代价仅有1辆爱国者系统遭受损伤，而且很快就被修好了。这次的成功拦截，就不得不让美军重新开始评估俄罗斯的核威慑力了。而核威慑力的下降，就代表了美国呢有为乌军提供武器的更多选择了。而乌克兰当前最需要的 F-16，无疑是首当其冲的。除了以上这一点之外呢， F-16的到来也离不开乌克兰本身的努力。毕竟从战争开始到现在，北约为乌克兰提供的武器基本都是防御性质的，而乌军却是拿着这些武器打出了一场又一场漂亮的反攻。如今乌军迟迟没有发动大反攻，很大一部分原因就是缺少空中力量。没有空中掩护，乌军的地面反攻部队就会暴露在敌方的空中火力之下。即便是俄空天军的实力十分拉胯，但其具备的数量优势还是让乌军十分在意的。而 F-16的到来则可以让乌军对俄发起立体攻势，不再局限于陆地战，配合着北约游荡在乌克兰周边的预警机和情报支持，加以陆地攻势同步推进，既可在控制敌人防空的情况下成功歼灭俄军战机，从而彻底占据空中优势。随后乌军再通过空优打击对手的陆地力量，反过来再发挥己方的陆地战力推进，从而形成一体化的打击模式。这对于当前还沉迷陆战、堑壕战的俄军而言，是一个巨大的优势。
因此大兵猜测，在 F-16到达乌克兰后，泽连斯基的下一个目标就是请求北约援助电子战飞机，让自家空中部队彻底形成体系化。到那个时候，恐怕距离战争结束也就不远了。回想起俄乌开战至今，泽连斯基那一次次的求援之路，也让人唏嘘感慨啊。下面我们来回忆一下从战争爆发到现在乌克兰的求援之路。其实对于援助战机这件事儿，泽连斯基早在俄乌开战初期就提到了需要战机，但是由于当时的俄军攻势十分迅猛，刚开战就派遣部队奔袭基辅，使人并不看好乌克兰这个摇摇欲坠的国家。在战争之初呢，德国声称只能援乌5000顶钢盔，法国态度也十分含糊。一时间，似乎所有的国家都在观望，没有进一步的表示。很多人预测泽连斯基会很快投降，但他的坚持超出了外界的预料，他比太多的专业政治家来得勇敢。在开战后，泽连斯基主动走上基辅街头展开演讲，就像一个普通人一样。泽连斯基以自拍的方式拍下视频，展示战争开始后自己的生活，向所有人诉说自己的勇气和害怕。而泽连斯基的街头演讲让所有乌克兰人民感同身受。而除了街头演讲之外，泽连斯基还不断地向美国国会两院发送演讲视频，呼吁美国帮助乌克兰打击俄罗斯。为了拉拢欧盟，泽连斯基还签了申请加入欧盟的文件，希望欧盟能与乌克兰同在。为了鼓励前线士兵，泽连斯基还亲自走上前线，鼓舞乌克兰军队继续奋战，告诉他们你们的总统就在身旁。做完这些工作，泽连斯基还积极争取与俄罗斯展开新一轮的谈判，来期待和平。以上种种也再度坚定了乌克兰人抵抗的决心。对于泽连斯基而言，他最担心的就是全世界对乌克兰的关注逐渐减小时，进而减少甚至停止对乌克兰的支持，而依靠乌克兰自己是几乎不可能战胜俄罗斯的。为了让全球对乌克兰保持关注，为乌克兰提供更多的武器，泽连斯基奔波各国四处演讲，尤其是在去年3月，泽连斯基连续在欧洲议会、英国下议院、加拿大国会、美国国会、德国联邦议院进行了5场演讲。他的演讲视频在全球互联网广泛传播，让乌克兰进一步得到支持。在英国的演讲当中，泽连斯基详细讲到了乌克兰幸存者的逃难经历，地无分南北，人无分老幼，整个乌克兰都在遭袭。从那一天起，乌克兰人就没有安眠过。他以莎士比亚的生存还是毁灭，类似乌克兰面临的抉择。之后，他又援引了丘吉尔的演讲，强调乌克兰跟2战时的英国一样，我们会在黑海之角作战，我们会在空中作战，我们会继续为国土而战，不管付出何种代价。在加拿大的国会演讲中，泽连斯基几乎是以全篇以第二人称说法，在形成强烈的交流感的同时，也将听众卷入到战场现场，让他们对乌克兰人民感同身受。想象一下，在凌晨4点，你们每个人都开始听到炸弹的爆炸声。贾斯汀，你能想象听到这声音吗？你的孩子听到这些剧烈的爆炸声。在美国国会的演讲中，泽连斯基一改传统演讲的形式，他在现场播放了一段和平时期的乌克兰以及战争时期的乌克兰的对比视频。导弹和火箭从天而降，摧毁了乌克兰。图像比文字更有冲击力，也能激起更深的愤怒。而前线正在保家卫国的乌克兰士兵，也能让更多人动容。一个轻易缴械投降的民族，人们固然会对他们的苦难给予同情，却可能只局限于同情。毕竟自助者天助之，自救者的勇气和力量会赢得更多的尊重以及实打实的帮助。泽连斯基这次的演讲得到了广泛的民意支持。美国民调机构皮尤研究中心3月15号公布的一项民调发现，超过1/3的美国人支持美国进行军事干预，即使这可能冒着与俄罗斯发生全面核战争的风险。更是有90%的美国人支持制裁俄罗斯。与此同时，很多的德国人都支持泽连斯基的呼吁，对俄罗斯能源实施禁运。而此时战争已经进行了20多天，泽连斯基的演讲成功的让俄罗斯迎来了更大的制裁，也给乌军带来了更多的武器。美国决定为乌提供8亿美元的军事援助，这些武器呢，能武装上万大军、几千个游击战小分队，包括800枚毒刺单兵便携式防空导弹、2000枚标枪反坦克导弹、1000件轻型反装甲武器和6000道 AT4 反坦克火箭筒、100套战术无人机系统、5000支步枪、400挺机枪、2000万发轻武器弹药、25000套防弹衣和25000顶头盔。
虽然这都不是想象中的战机，甚至都是一些基础装备，但这次援助无疑为其他国家开了一个好头。很快，各国的反坦克武器纷纷进入到乌克兰，成为了乌军前期对抗俄军装甲部队的主要武器。但是，这对于战火飘摇的乌克兰而言还远远不够。不过，泽连斯基也清楚，在当前战况下，西方国家不可能直接为乌军提供战机援助，于是他退而求其次，开始向西方请求援助无人机和陆地武器。随着 TB2、海马斯、PT91、M777 这一系列的武器纷纷到来，乌军也在这些武器的装备下打出了漂亮的赫尔松大反攻。但是俄军这边的战术并非一成不变的，在吃过亏后呢，随即就开始针对此前大发神威的海马斯做出了种种应对，让其无法扩大对俄弹药库的打击战果。但即便如此，还是被乌军抓住战机，成功收复了哈尔科夫地区。或许是接连的失败，让俄罗斯面子上有些挂不住了。俄军随即就加大了对乌克兰的空袭力度。为了摆脱被动挨打的局面，泽连斯基再度向北约提出了战机的援助请求。但是受限于战机的后勤系统以及美苏武器体系不同，使得泽连斯基无法得偿所愿，只能先将乌克兰飞行员送到北约各国受训，以期在未来能够大展手脚。不过呢，光有飞行员和后勤可是不行的，毕竟飞机还是要靠机场来起飞的。如果乌克兰的机场都被俄罗斯导弹炸毁，那即便是援助了战机也飞不起来啊。而这也是各国援助乌防空系统的一大因素。另外，咱们前面也说了，现代战争讲究的是一个立体作战，想要战机发挥最大效果，除了防空系统之外，乌军的地面部队也要跟上。于是到了今年年初，挑战者、豹2、艾伯拉姆斯这种的先进主战坦克也被放在了援乌武器名单上。而这时已经打了1年的俄军疲态就已经显现出来了，不仅弹药库存也跟不上消耗了，各种先进装备也被打掉了许多。因此，为了维护当前的战果，俄军在前线不得不转入了堑壕战。而 F-16战机入乌的请求也逐渐迎来曙光，乌军的战场表现和自身武器体系的完备，也让西方各国终于在援助北约战机这一事情上松口了，正式决定援乌 F-16。而从此前北约各国援乌新武器的举动来看，虽然援助前的准备十分漫长，但一旦决定，行动也是十分迅速。F-16入乌想必也是如此，并且呢，一来就是数十架。在未来的乌克兰战场，乌军天上飞着的是 F-16， 地上跑的是豹2和艾伯拉姆斯，后方还有海马斯、爱国者、风暴阴影导弹蓄势待发，而俄军却只有米格29、苏35、S300、S400和 T72。好了，今天的视频到此为止。大家对于泽连斯基的演讲口才都有什么看法？欢迎在下方的评论区留言。喜欢本频道的朋友，请点击下方的订阅按钮。我们下期再见。